3个小组，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日的非常远，就看他们接下来能够是一个局均得分的差别。这边有 WHN、HM 啊，大家相对来说面孔以及飞行家组成一个比较是正面面对 Niki 的。来进入到比赛画面，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围龙已经放了啊，直接上来选择单挑 Niki 的飞行家。对的，这个位置。先拿到第1刀啊！对的。不过对于监管者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半格存在感，可能就是未来还需要打至少2个普通攻击才可以。是的，看一下这个笼子，我觉得这次的普攻应该是能够被这边化解掉，所以还是补上了这样的一个1/4的状态。其实刚刚啊，拉拉队员刷新那个 CD 的时间节点，我觉得不太好。刷新了之后，并没有阻止 Niki。被哎呦，这都第3下了，第3次普通攻击啊，还好是1/4的一个状态。对，那看一下辉口这个位置手里是有愿力的，越但是没有龙。对，这个位置可以把笼子起起来，然后尝试去普通攻击命中，看看有没有机会。这边喷气背包，哇，这一下普攻被躲掉了。身距拉的还算比较开。不过他这个喷气背包的话呢是。哇，这个围龙有点尴尬了，把自己封在了里面。对，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飞行家来讲，他前期的牵制是非常成功的。哇，这个牵制太到位了。对，本来其实上一波喷气背包的话呢，都有可能要倒了。对，但是极限的一个喷气背包躲到，哇，这边还是一个八字龙走得非常好，对，反而被求生者这边利用到了。这个围龙好像也要废掉了。是，而且在这边求生者非常细节的交出自己的悬停去击退监管者，从而再钻到笼子另一边，有自己一个非常远的一个牵制身位。辉扣的话，我感觉有点急了。你看前面刀拿的，哇，你看，其实这一个普通攻击明显是命中不了的。这贴脸这一波没有命中，这一波没有命中，有点难受。就上一波是一定命中不了，这一波是一定能命中。对，结果都没命中。没有关系啊，看得出来这波局面。辉口现在有点着急因为前期很多的节奏其实都是能够尝试去普攻命中的。这个很难躲了吧？这个围龙。对，这波应该是要倒地了吧？这怎么还给了我们的建筑物1次普通攻击啊？然后让这边飞家能够牵制更久了，说是。他们你可以看到也在故意压一下这个观众效应啊，2台。非常大的密码机是没有被破译掉的。是的，现在辉口的一个节奏其实并不算特别好，他要尝试在这波手椅节奏上面去做出点文章了。我觉得就是可以直接快进到什么呢？快进到开门战，就看开门战能不能快速击倒，然后再利用底牌保一个平局。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当然，求生者这边也是可以靠着他的一个化险为夷比较多的一个数量去拖出一个4人开门战。WHN 的这波大副救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特别稳。然后 Niki 的话呢，再往远走一走。然后现在看到密码机其实已经跟破译完成没什么区别了，现在要注意的就是湖景村这张地图去补密码机的这个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点。对，不过好在 Niki 的话呢，还有1次上椅的机会。来下一波的话，目前看信号是弓箭手准备过来吗？对的，弓箭手过来准备 OB 一下。看一下这一箭不着急，很有压力。对，提前放下的话可能会给到对手一点机会。给到一个气球附带的普通攻击，看一下这波直接让他救援了，这意思门也贴到了，密码机也压好了。对，然后想让这边的人被救援下来之后，弓箭手能够去尝试辅助牵制一下。我觉得也是。其实，他现在你不救援的话呢，对于跛脚羊来讲也是要长愿力的嘛。是，主要就是拖自己手里的一个愿力能量。这样的话能够让自己开门战的时候去交出更多的一个技能。这个壁弩好像没有命中，龙骨弓是空了，然后这个壁弩好像是中了啊。是，然后现在把跛脚羊原地定在这里，然后一个跃龙过来，这个笼第2个笼子起的好像有点远，歪呀。是，这个笼子感觉它应该是没有调第2个笼子的半径。对，所以半径还是15米。对。那这样的话，回头龙骨弓命中，手里的4列支过来，可能要直接眩晕，要被控制住了。这边还有一个地窖，对。哇，再给一个壁弩龙消失了，但是愿力还在。这是最后一个能够交出来的笼子了。
手里4位值很高，现在回口很慌。哦，但还好是说打到了。对，在门口极限把人给他处理了回来。对，眩晕，不过还是能牵起来的。那这样的话，在湖景村这张地图，马来西亚代表队的求生者面对Huico的跛脚羊是完成了一个3跑啊，非常漂亮的一个数据。对的。我相信其实也看得出来Huico两台，然后这边 Niki 是牵制了，但是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手角色选，那这样的一个前期拉点空间，去通过自己的天赋携带去建立更多的优势。直接上来准备和古董商进行一个1v1啊。看一下窥视者直接摆阵，那这个点位就看看下一波的一个双清系怎么样去释放了。是的，先正常追啊，正常跟，然后在平地的话呢，再放这个双清系。对的。古董商也是很稳健。是的，主要是古董商的牵制很好。对，如果说撑不过这一波双惊喜，让身上的一个惊吓标记消掉的话，我觉得对于古董商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操作。但是没打动啊，对这个。哇，这个还是想利用一个云门，但是云门的过程当中，还是被拿到了第1次的普通攻击，对，还是被拦截下来了。那这一次普攻拿到之后，其实对于温森特来讲，手里的张狂响起，哇，直接贴近身位，这个是很细节的，用红球粘住，你摁不出来任何的飞轮或者说道具，然后呢，再瞬间接一个双重惊喜，把黑和白2个颜色补上。其实就是对于古董商来讲，没有任何的反应空间。是的，喧嚣的这样的一个焰火舞台，还是非常克制像古董商这样需要近身操作的求生者的。也就是说，古董商目前他的命中率只有1次，就第1次的这个扫视命中了。毕竟只有把监管者去眩晕到墙上，才有机会去打出止戈。这边还是得拿一下存在感的啊，还是想摊一下的。古董商这边交出了自己一个弹射，是的，一个细条反射还是非常有用的，并且飞轮也规避掉了这一波惊吓标记的引爆。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古董商来讲，就有一个比较大的有一个2次牵制，是。还回头扭掉了这一波，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没必要，对，没必要扭，因为他身上只有1个惊吓标记，我就正常翻下去，顶多身上带2个，对吧？不会被引爆的，对，回头的话反而是一次性吃到了2个惊吓标记，对，然后直接被引爆了，这个就有点痛苦了，因为现在你发现对于菲律宾代表队来说，你找不到一个能争胜的点，只能说是看看有没有机会保住一个平局。对的，而且气象这个位置要来救援还是比较远的，有机会吗？还好，他想打双倒，对，把人救下来了。但是古董商刚才在我们没有注意的地方，也是偷偷的把道具给交空了啊。那这个位置手里的一个空中飞人已经冷却了就绪，直接过来引爆没办法了，没办法了。这个因为手里也没道具了，然后弹射刚才也已经交过了。对于古董商来讲，确实是只能去尝试倒角落，拖更多的时间。确实 ，Vincent 选手他的这个喧嚣的熟练度很恐怖啊。这个版本对他很友好，看来非常友好。是的，而且你会发现他现在手里是有底牌的，选手都不敢破1密码机。一旦说被强势贴脸的话，对于选手来讲，可能下一波的牵制就非常危险。这个位置找到了守墓人，直接是2段空中飞人快速破进身距。这里选择了直接一个震颤直接进板，但是这个点位还是很危险。这个地方就没办法，因为你进退两难，前面有本体，后面有分身。是的，另一边的2位求生者把状态全部都调满了，但是距离狂欢之翼还是有一段非常远的距离的。要来进行救援的话，感觉还是很容易被拦截到。对，看一下这波指引方向是指到了中场的位置呢，很明显不是他来救，出来了，是的，是 Cortez 的这手魔术师过来救援，而且他是有化险为夷的。这一下也能打到，是直接引爆惊吓标记，感觉还是有机会能拿双倒。哇，双倒再度打出来，你会发现这波 Vincent 他其实每一波手语都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我甚至觉得他每一波手语都有机会打救不下来，对，都不亏。对，这是围绕着什么建筑物来了一个空中飞人呢？好像有点原地垫步的味道了。可说呢。对，那给到这边守墓人去入场的一个机会。那能够牵制的时间还是稍微会久一点。有这个2次牵制，对吧？你可以发现，无论是古董商还是守墓人救下来都有一波2次牵制，但是的话呢，双倒又弥补了这个2次牵制的这一点。对的，所以就感觉还是整体来说有点亏的。
里面气象给上了魔术师暖雨，到时候魔术师起来就能够把状态调满。就看看这波气象学家能不能把这个人救下来了。比较难，对，离得很远。主要是气象学家他手里什么东西也没有了。他把暖雨给了魔术师，也就意味着他不能再用层云一类的这种技能再靠近了。那现在应该是想打2个人走1个的战术了。是。对 Vincent 来讲，这个位置如果说能够快速处理掉气象，那手里还有底牌可以直接切成传送，然后再去找外围的魔术师。就看这波双惊喜，等双惊喜。想去打双球，但是这边气象好走位啊，走位非常漂亮。这边还想上一个隔窗球，直接是切成闪现。对。想快速落地处理掉这边的一个气象，但没事，冷却比较短，这个位置卡的还是非常漂亮的。直接再一波击倒，外围的密码机还差最后15%，得挂了，对，得挂了，就剩最后1台密码机了。其实这一波的话呢，感觉气象学家他牵制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如果说能再紧，不过他也没有回光返照，对，那。直接是隔着这么远的位置透视到了，是的，已经知道这边魔术师的一个身位。魔术师能不能去牵制走一个地窖呢？还是非常困难的，比较难。身上已经有1层惊吓标记了，并且道具也只剩最后一根魔术棒。魔术棒交了。空中飞人这个位置可以直接贴脸，哇，粘住了，对的，交不出来道具，交不出来道具，真的就没办法了。那这样是直接完成了一个4抓 Vincent，继续维持着高水平的发挥。那这样的话，第1局是一个8比1啊，是的，非常大的一个领先。马来西亚代表队这支队伍，我觉得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配合，求生者的配合以及监管者的硬实力是非常强大的。监管者这边的话呢，命中基本上要默认对手监管者是有割据，抗压的角色选在了割据员旁。我整懵了。对啊，应该就是应该是医者，对，应该就是医者。这样分析应该就是回头第一波扛住了压力。对的，只要把道具按出来就可以。但是，这样有点亏啊。相当于第一次路易没结束的时候拿到了2次普通攻击。这个普通攻击的一个次数还是非常快的。哇。也没事吧，反正还有1次变路易的机会啊，直接按出来。这个点位也算是直接架住了，文森特是不会想让这手末是转到下一个点位的。这个点没什么办法。对，又是个小单板自己踩掉，应该可能说就马上要倒地了。没办法。对。文森特这样的一个割据员，其实熟练度也很高啊。是的。在另一边回速直接击倒，没办法，打出了一个恐惧震慑。对的。那看一下时长。有没有用武之地啊？我觉得中场密码机可以尝试去时长一下。去看看。不过这台密码机是不是少的？应该不是特别多。是最多的，是最多的，而且是。对，因为囚徒好像一直在给这台密码机传输。哎呀，那就很亏了。另一边囚徒其实密码机破的也会慢很多，这个时间会相应的拖出来非常久啊。这一脚下去，2个人的努力白费了。好，没事，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没有办法。对，路易也没交出来，那就没有一个更多的一个限制空间了。主要是对于木偶师来讲的话，反正目标就是倒角落嘛，对吧？目标就是倒角落。没错。哇，真的可以看得出来，温森特这一手割据员的熟练度是很高的。而且他的时长吧。也是收益最大化，就这一局又是有点不知道怎么输的感觉。对，效果非常好。追击节奏非常漂亮，再加上市场能够去延缓对手的一波很大的节奏，非常大。即使说你这局有囚徒，但是也经不起这一脚啊。是的。另一边耳鸣排了一下没排到，回头看到这边飞行家想过来进行救援。飞行家还把自己的一个飞轮效应给暴露了。对，那这样的话，其实飞轮效应一交，画像一套，手里的一个天赋立马就显现出来了。是的这个版本应该是化险为夷期间好像教不了路易啊。教不了路易。那反正就是正常的一个击倒节奏，然后看看有没有机会追一个双倒，但是没有追到，那就没事儿，因为他现在已经知道的信息很多了。是，第一就是
这个飞行家它是没有回光返照的。对，这一行手里又有又有底牌，又有时长，消息传送也完全没有问题。对，就看一下这波通缉到了半状态的飞行家。不过他好像没有注意到，我刚才看他那个视野的话，一直在往3连，对3连方向。哦，他在看这台密码机，他想了想，我这个后边不能走空啊，我这个时长，是吧？哎呦，这台密码机好难过。是，然后再来这个位置去找刚刚正在补状态的求生者。佣兵手里只剩下最后一个护腕了，还是会有压力。看这波博弈。佣兵非常稳，但是歌卷员的一个压力持续是给到了。主要是歌卷员他的追击太克制到佣兵了，还是要看博弈。对，很快。哇，还好这一波是虽然说反应下板了，但是没有选择去翻。对，那对于歌卷员来讲，也就是一次普攻的伤害。但是点位架住了，这个位置佣兵可能要马上倒地了，进入到单板直接博弈到了，但是密码机差的也太多了。前期节奏对于球员来讲确实不是很好。这位置没道具，那佣兵应该是要准备倒地了。倒地了，没办法。对的，坚强还能再撑最后的一点时间。但是对于球员来讲，只是杯水车薪，不太够。这个局面，场上也没有化险为夷了，可能还是多抓呀。这个局面，没错。谁来救呢？是飞行家。飞行家好消息就是满状态加满道具，是吧？坏消息就是他的天赋已经被知道了，而且离得很远。看一下文森特这波排点好像并没有排到，我以为他要硬等呢。对，可能还想再等一等，但想了想也不太对，后面的人可能要过来救人了。你这个地方道具交了，好像有点风险哦。对，这个他先交道具赶路，可以拦截下来的。哎呦，一波恐惧震慑直接击倒。最忌讳的可能就是我交的道具正好监管者在脸上，对，然后给了我一次普通攻击的伤害之后，我又没有任何的手段和力气去靠近椅子上的队友了。那现在就是准备进入一个4抓的节奏。现在文森的手里甚至底牌都还没切啊！这台密码机被试上3次了，这都有点踹不动了，说实话。是，但是这密码机确实有点难过。对，回头可以再牵一下这边的人，让他没有办法去起来进行救援，防止绝处逢生之后把这个人救下来，影响到 Vincent 的节奏。牵远一点，然后正常去想办法追一个4抓。那就看看排点的能力如何了。现在的话呢，也是触发了这个推理周目。看看 Vincent 这边的一个排点还是非常精准的，再往前面走，耳鸣马上就起来了。那应该能意识到地窖也会在这一块儿。是。你看耳鸣消失了之后，他就直接回头了。但是呢，囚徒他打的也很好，他这个排点思路，他这个转点思路也不错，就是第一时间往大黄方向走了。对的，另一边飞行家已经把自己的绝处逢生交了出来。这个位置要去尝试处理囚徒，这波把影月电断了。对，电断了影月。其实还行啊，这一波博弈，囚徒。对。把板子处理掉，接下来的话就要去考虑接下来2个窗区要怎么样去衔接。但是囚徒好像只想打板区的博弈。哇，飞轮效应不错啊，囚徒的牵制。那过来继续找一下已经没有自愈的飞行家。不过飞行家的话呢，手里道具超多，还有2个喷气背包和1次悬停的机会。直接对悬停加喷气背包。那这个身位感觉还是要倒地啊。要倒。而且飞轮也没有好，其实我觉得他的自愈时机会不会有点太早了点啊？他是不是可以等一等，起码把飞轮等出来？是，而且这个倒地的位置还把这边囚徒也暴露了出来。而且他没有自愈了，现在倒地的这个淘汰进度才刚刚过半。留给 Vincent 的时间是非常充裕的。对的。哇，这边一个弹射走起，而且强电流一交，想把影月电断，但是没电成功。那被拿到了一个普通攻击。手里这个时候底牌完全可以去切闪现。我觉得也是。对，所以对于囚徒来讲，这个牵制压力还是太大了。但是他现在不用切底牌，他直接又完成了一个4抓。对的。哇 ，Vincent 有点厉害啊！是。如果我们反过来推啊，他能不能做到呢？对吧？这个慢慢追。
然后丰富的经验的吧，对的，就看一下具体局内表现吧。来看一下14人这个位置直接跟本体分离，想要去中场进行寄宿，并且控场，往瑶的方向走啊。这个是气象学家，先寄宿一波，但是似乎并不想追，然后再往中场方向走是问的佣兵，应该也不追，对，救人位嘛。而且这个位置也是把这边权者的一个阵型全部打乱了。是的。那再找一找，去找一下格安吗？是不是找这个格安的话，是不是得追了呀？难道空军也不追吗？空军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对，而且现在是要尝试去追了，对吧？本体和14人都在这里。对，14人先下去，然后把人逼下去，然后寄宿吗？想来一个本相，对，一组本相，但是没有命中，那这样的话就很亏了。而且也没有使用这口传送，对，侵蚀度也是保持在20这样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要看一下这边本体的命中吗？本体的一组本相并没有命中。对，本体一组本相没有命中，那就是正常的闪现之后拿到第一次普通攻击。并且这个位置空军手里枪还没交，下一波他其实是可以顶着侵蚀度强行交枪的。对啊，就是看能不能比手速，我觉得下一波就比手速。对，因为他要等技术 CD 结束嘛，然后结束之后落地，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枪交出来。如果交出来的话，其实就是化险为夷了，是的，对吧？要是没交出来就不行了。对的，并且此时外围的密码机也是非常丰富。另一边的话，侵蚀度直接拉满。那看一下手里这把枪能不能去把这个节奏出来呢？一组本相先补上了一些侵蚀度。现在是42。对于空军来讲，这个位置被寄宿之后会被架住。哎，你看空军他没有带飞轮，但是反而打的有点像有飞轮的节奏。对，就看这波，他还主动看过去了，终于是命中了。是。对，这个是本体的一个一组本相命中了之后拿到第2次普通攻击，然后呢击倒了空军。但是空军这一把信号枪永远会是伏笔，对吧？你他不交，你就永远担心他要交，但他永远不交，你就永远担心。然后他实在不交，他还能留给队友。没错，而且挂上的时候，场上密码机也已经3台密码机破译完成。对，要开始观众效应了。是的，要开始压起来了。现在的话，对于时空之影来讲，节奏真的不算特别好，主要也是闪现也交了，然后对手的枪还没逼出来。没事儿，众所周知，他是一个手蚁型监管者，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手成功。对的，看一下这个位置，先要交本体的一组本相比较难啊。对，再找节奏。没办法，正常给到一次普攻。对，要不要打一个双倒啊？哎呀，这个是附身一组本相被躲了。对的。哎呀，太痛苦了！是，感觉马来西亚的选手处理时空之影也是手到擒来啊。是啊，完全是，当然现在好像没 CD 啊。刚才是附身的一组本相刚用过，暂时没 CD。对，看一下位置。好，这次没有躲掉啊。但是枪还是没交，还是我在手里。对吧？永远不交，永远担心。永远这个心惊肉跳的感觉。是的，并且最后一台密码机还差最后70%，一旦救下来，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偏向4人开门战的一场对局。是的。压最后一台密码机的是宇敖的气象学家。我觉得对于时空之影来讲，他本体得过去先守着那台了。站住，对，得站住。但是幸运儿那边好像已经起新的密码机了。是的。然后佣兵趁其不备，直接把人给救援下来。那空军这一次落地感觉要交枪了吧？应该是要交枪了。这次应该真得交了。对，看一下这波59的侵蚀度，没错，枪交出来，身距能拉得很远，而且侵蚀度也是很安全的一个位置。哇，我有一个小问题啊，他怎么做到交枪的同时不涨侵蚀度的？他是就完全背对着监管者开枪。就是只要亮了就按，反正我也不会强制转视角，是吧？你会发现，其实空军在那个位置，他是直接拉到这个很大空地的位置，监管者完全没有办法去躲避这把枪。这个闪现想打一个恐惧震慑，但是被幸运儿预判到了。真的吗？不是他在墙上了吗？主要你看他那个位置也是把香水交出来了，也是预判。对。现在还想再去打拉扯，但是这个的这个佣兵的一个护腕有点小失误，但是无伤大雅。冲着另一边2台密码机都在给压力。是的。现在对于时空之影来讲，很难去做到控场了。信号枪不会消失，只会从空军的手上流转到了幸运儿的手上。
哦，现在这个局面真的是非常难打的。是的，对于时空之影来讲，想要去尝试拿下一场4抓，也得去针对小熊者这边的一个天赋携带。他得在站住密码机的情况之下，先偷偷摸摸的把这个上挂飞的空军给处理掉，对吧？但是空军这边已经被调成满状态了。对，这就是他们的运营能力很恐怖啊。马来西亚的选手，我觉得他们真的沟通也好，配合也好，都是非常不错的。星儿这边是吃了一个隔窗的普通攻击，想卡住，但是很可惜，差一点点。再来找一下佣兵啊，假装找一下，留一个传送点在这里啊。是的，但是求生者现在多面开花，密码机破译的非常快。时空之影一个本体加上一个伊斯人，感觉根本守不过来。是的。只能眼睁睁看着求生者一点点把密码机磨开的同时，状态一直在调整，一点点磨，没办法，现在就是时空之影，只能看有没有人给机会，是吧？在没有碰到密码机的时候，我击倒了某一个人，这可能算是给到一些机会，但是他们这个整体的配合都非常的紧密，而且这密码机已经快抢亮了。对，反过来终于找到了传送落地，但空军是满状态。对，星儿手里还有把枪。我觉得这个位置可以尝试等到击倒之后救一波。是的，密码机完全是够的，主要也是求生者这边可以尝试去在开门战多做一做布排。救下来开枪，防止被打针对，对吧？然后就直接把密码机点亮。对，救下来开枪点亮密码机，行云流水。对，然后4人开门战，这个时候如果说门口还能有人贴门，佣兵已经过去了。对的，这样的话，这场对局对于求生者来讲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对局，因为他们只需要逃脱1名求生者就可以。是的，是不是可以直接对直接点亮？那另一边佣兵已经在门口了。过来控一下门，但跑过去这个门已经要被偷到50的样子了。我们也可以注意到，这个时候星儿手里是有枪的，所以你想处理他也不太可能。是，不过好在星儿他现在是在涨侵蚀度的，侵蚀度没掉。对，在骗这波侵蚀传送。扑空了！哇，我感觉 Niki 也很聪明啊，他就故意长到一个你好像能传过来给我击倒的侵蚀度，但实际上才90多。对，他这个位置刚好能出圈。没办法，就感觉是求生者这边确实实力很强啊。是，就是没有什么办法。对的，他们那个准备也好，中后期的拉扯也好，都做的是非常不错的。现在对于伊森来讲，本体只能一边守一门。但是侵蚀传送还有很长的时间，求生者完全可以去拖这个挽留的时间。挽留 CD 了。对，现在就是非常常规的拖挽留 CD， 然后也能调状态调一下状态。是，让你有闪交不出。对。但现在看样子应该是得要去主动出击了。对，得主动出击了。本体在杏儿。对，本体的话呢，在小门这个方向，直接开枪。看马上有闪现距离的就开枪。对，也不给你闪现的机会。对。那现在的话，两边门一点点磨下去，时空之影现在对门的一个掌控能力大幅削弱。瑶已经在偷门了。手里有一个处理的机会吗？感觉求生者不会给这个闪现的身位，都拉得很远。现在挽留的时间只剩下20多秒了。现在感觉应该是要去针对佣兵了，但佣兵手里还有护腕的呀。对，这个护腕一弹开，距离拉得更远，挽留时间还有最后10多秒。得闪倒。对，得要尝试闪现了。闪倒交出这个闪现，然后挽留也结束了。是，另一边的门已经点到了50。两个都差不多是50的样子。对，41、49，并且状态都已经拉起来。这个时候求生者还有机会，因为星儿手里还有化险为夷的。甚至有机会争一个4。是的，对于时空之影来讲是非常危险。传过去，但这个2阶好像没有覆盖到啊！哇，这样的话，感觉时空之影有点慌张。挽留一结束，自己对两边门的掌控力大幅下降，没有办法再控得住了。那边的陶片传送过了，瑶要回去了，直接点门了。对，直接点门就可以了。门开了，这个佣兵的自愈也差不多了。还行，能挂一下，能挂一下。要争4跑吗？现在求生者只需要逃脱1名求生者就可以拿下对局。好像不争了是吗？对，好像不争了。应该是求稳了。不对 ，Niki 好像动了啊。看看手里有Niki 来了，还是要去救一波。Niki 想来救一波。不是要争，因为有局均得分，对吧？要争是可以尝试去拿到更多局均得分去争取的。对。就看这个位置了
Niki 已经过来了，想要去控场控不住，只能尝试打这波手椅。如果守下的话还有机会，但如果守不下来，可能就要面临4跑的一个尴尬窘境。哇，推走了，直接无伤，是一个配合非常漂亮。感觉没招了，应该是就只能目送春者这边打出一个4跑了。哎，不对，好像走不了，走不了。他有一个 A 晕的话，走不了了。对，有一个控制。对，走不了。啊，推了一下，对，再推一下。那这样的话还是一个3跑。是。那完成了一个3跑，2波8比1，总比分16比2啊，带走了对手也是45就人一次牵制了57秒。是的，温森特打的是非常好的啊。